些医主任的介绍。我是医生陈柏磊，然后就是可能大家都前面报告大家，就跟大家分享大家今天看到的事情。那目前是我其实是职业协会医生，讲实话跟这个距离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在今天如果说终于找到一个原因，可以稍微解释，就是说小孩子在起的时候，通常都是主要工作是到晚嘛。那大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我们的职业。那睡着那个小孩在婴儿的时候，他们在睡觉，他们工作就是睡眠，所以我们关心他的职业是很合理的。那其实因为1到8章的部分内容比较多，然后比较多比较基础的部分，所以我就是把我想讲的跟大家讲，然后有比较多时间给大家讨论这样。那一开始的章节，他主要在讨论说为什么是睡眠，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那在这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论。那最早有人就觉得睡眠治百病啊，是不是只要睡了之后都可以好，是最早的一些想法。那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理论。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关于治疗部分，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就有一些比较容易在利用睡眠时间恢复呢？那这边分成任跟任的2个时期。那我们有一些间接的一些证据发现说，在任的时候，是的确会让我们可能是会身体组织的恢复主要的这个时期。那会主要的几个支持的论点是说，你如果进行睡眠剥夺的话呢，那大家在之后补睡的时候，那个 slow wave sleep 会增加。那这个 slow wave sleep 增加呢，会在随着你身体变大，或者是你在发展时间的时候增加的会增加这样。那相较于 non-REM sleep 的话，在 REM sleep 我们比较认为它可能是走关于知识的CNS 方面的恢复，或者是知识的累积，这些是相关。那知识的证据是说，这个时期会增加 CNS 方面的合成这样。好，那除了前面刚刚说恢复的这个理论的话，还有一个是演化上面来看睡眠这件事情。那这个证据其实不太多。那比较著名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动物的，就是我们说海豚，它为了让它可以在随时随地在海里面都可以持续的游泳，所以它们是产生就是半小时的在进行睡眠，一半的另外hemisphere在工作这样，就是海豚的这个特性，就是演化上面的需求。那肉食主义者因为肉食的动物嘛。肉食的动物，它们是属于稍微生物链里面比较高层的，所以它们可能可以睡久一点，它们比较不用随时保持热情的状态。那在下一个的话是关于认为说，睡眠可能是回应到每天的代谢的需求。那是不是你因为睡眠就可以节能，像是我们的笔电就按了一个power，它就可以进入睡眠模式，然后就可以省电这样。但其实发现这个省电的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它如果是在我们进入睡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body rate 大概都现在10%左右这样，相较于我们在醒的时候，所以这可能有一部分没有到完全的像体积那样子可以有那么好的效果。那在这方面的话，就关于说，睡眠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刚刚说现在方面那边帮助我们学习。那这边分成active 的方式跟 passive， 那 active 它指的就是学习的部分。那它其实是在跟睡的时候会增加，发现脑部的活性会增加，现在脑中的血氧浓度会上升，然后血流会增加，然后会增加我们的这个皮质跟人流我们的活性这样子。那有另外一个刚刚前面讲的是我们想记的是低价，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是刚刚那个第二，他认为说可以会把一些我们不想要记得的，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记忆，把它忘记这样。所以这是在认为在睡眠的过程中是同时进行的这两个部分。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讲座的话，我发现说你如果把他们的这个睡眠的让人的睡眠进行剥夺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肌肉比较容易有酸痛的情形。对。所以刚刚前面大概主要是讲到说，到底睡眠可能可以在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中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假说，然后有些证据，有些证据就还好的。那
我们在研究睡眠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看它到底我们把它做睡眠剥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那睡眠剥夺方式可能是完全就让它是偷偷的去做那个选，或者是它是一部分没有睡觉，或者是跟那个根据睡眠的那个阶层去做剥夺这样子。那在动物的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如果你做完全的睡眠剥夺，可能会造成他们这些 SS 啊、死亡啊，或者是体重减轻的缺陷。那在人类的一些症状睡眠剥夺的研究上面，就是容易会好像想睡啊，然后会有疲倦啊，然后认知功能下降啊，或者是三种功能处理的可能性下降这些。那我们经常会做这个 reading test 在睡眠剥夺的时候，发现它的生理方面会比较差。那针对小孩子的时候，相对于小孩，如果我们对小孩子的睡眠剥夺4个小时以上，就会发现他是对不管是睡眠的哪一个时期除了这个 slow wave 这个时期之外，各个时期它的各个这种 stage 的睡眠时间都会减少，然后会导致那个睡眠昂睡这个 latency 降低，然后更快的达到更快达到人的这个睡眠状态下。那对小孩进行睡眠剥夺发现，会针对他们导致他们白天就是比较容易想睡觉，然后在学校表现比较差。那我们在做睡眠的时候，说观察小孩，这一方面还是跟动物有一些比较。那我们发现，其实在哺乳类大概就是像我们这种有日夜的这种形态的睡眠的习惯，就好像睡觉这样。那通常在哺乳类上面发现，它睡眠这个变成的这个它的代谢的速度啊，还有它的脑的大小，还有体型是有点关系的。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动物的它的那个 metabolic rate 比较低的话，睡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就是它如果代谢量大，就需要比较长的睡眠。那通常呢，如果它的体型比较小一点的，那通常它的那个睡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它的生命周期会比较短这样。好，所以说下面是小孩子，上面那是人类的成长大概长这样，然后动物是这样。所以人类的话，大概每天大成人大概是睡8个小时，我们 teenager 以后大概是接近成人的睡眠状况。那如果是像蝙蝠的话，他们就是代谢率很长，睡的时间就短短的，睡的时间短短的。那如果是牛羊嘛，就是睡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小孩子可能就会跟我是只是做一个对照而已。那小孩子其实睡眠会比较少，那可能后面会介绍。那除了讲那个跟动物比较以外，我们这个睡眠的话，主要是会从行为观察上面来看出来，它其实是睡着还是。那这个是在行为上面，除了如果行为观察，其实它是卧床，眼睛闭起来，动作比较少，然后反应比较对外界反应比较差。那其实这个以外，同时还有一个，他们要睡觉这个进入睡眠的时候，还会跟外界环境的互动的关系。外界这个刺激其实持续在影响他们，就是在他们一个就是他们熟悉的环境里面，他们可以睡觉的，就是在行为上面的。那在神经生理上面的话，其实是也是会有一个透过 IS 的活化之后导致。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在睡眠的里面，我们有一个会进入 REM 跟 non-REM 两个时期。那其实睡眠的时候，脑部其实不是都在休息，它是有一些神经活动在运作这样。那这边有REM on 这个开关，通常是会跟就后面的一些这个后面的这种比较相关，它就是会从这种cerebellum 这边 area 这边往上的话会到 cerebellum， 然后会转化到皮质。那同时它会有另外一条路会到一些的红血台，所以会有一些movement的动作。那相对应的会有一些amyloid 因为我是一个 REM off 的开关，它就是会来抑制。那它的位置就是在风险可能这个位置。好，
所以它主要就是说在认分当中，它其实是目前已经有一些已知的一些神经还跟一些路径是在做一些小步的一些作用。那前面的话主要是第一个章节，那第一个章节是很快速的讲一下这个小儿睡眠的发展。那在讲小儿睡眠之前，他竟然是带到了小儿科。他说在1990之前，这个1/3的小孩子在5岁之前会死亡。那这个以前在没有小儿科医师的年代，主要都是保姆啊，或者是奶妈，或者是就是家人会自己照顾。那到后来才会有一些专业的师进来。好，那主要的发展的话，它还是在20世纪的后期之后才开始有这些的发展。那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太多，就是红色标起来是之前学姐帮我们画过的重点。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他第一个有一个这个去看到这位人物呢，他成功的在第一个治疗一个小孩子的刷新这个这个癌症。那1992年，Nelson这个发现呢，就是把睡眠这个章节放到了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高度这个区块。就是一路发展，所以看起来大概是在1970年以后，大概在小儿睡眠这边才比较蓬勃在发展。那我们这个小儿睡眠的部分主要是着重在婴儿啊、秋春跟就大概在小儿科的就是面对的病人才会出现。那这边他们有先提到说，目前在我们在研究上面呢，会遇到一些困难要被解决。第一个就是说，在妊娠周期的那个生产跟成熟过程中，他们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反应跟他这个睡眠的这个情况到底什么关系在？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婴儿时期的这个睡眠被中断，对他长大之后或者是他表现会不会有差别？这样。那针对青少年的这个睡眠剥夺，对于更后面的成人方面的表现是有没有差别？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会进入说明那个就是个位的部分。那一开始知道讲的睡眠的部分，那这边的这一个章节应该是会比较多说明小孩子的睡眠它是有没有哪些跟大人不太一样的地方。那睡眠的发生行为上面刚好提到，那他的脑波上面在醒的时候会有一个他们的posterior region 和它的因子，那从醒的之后会进入全部血脑的睡眠模式中往前弯，然后脑到2度3，然后就是最主要手到3个进来。那如果聪明用睡的话，就会有活化的脑部的反应这样。那其实不同的 stage 它其实有对应到不一样的脑波脑波这个，反正这个看还是不是很多的样子。如果大家有需要讨论的话，可以开始这个从这方面讲。那在我们刚刚说醒的时候，这个posterior region 这边，它主要是一个 desynchronized 的 pattern 这样子。那它同时常会计划的，就像眼睛眨眼啊，然后吞口水啊，或者是肌肉的一些活动。它渐渐的往N1这边的话，就是会去有点就是在全部血脑进入睡眠的状态，然后到了N2，我们就会观察到一些心动啊，或者是配套的一些脑波。那Delta的位置的话，就是睡眠这个时期，它会出现一个脑波变慢慢出现。那在睡眠更深层的话，就Delta位置会从20%的比例。那如果是到那个的话，它是会呈现一种再次呈现一个desynchronized的然后能够收住这样的位置。然后这一套的话是主要是尝试他们尝试想要表现说，在从醒着到中间快要N1 N2，然后到N3，然后在认的这个时期中间，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特征？那刚刚所醒的这个background activity的这种dominant theory 其实在不同的年龄它的比例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边
1岁的时候可能会是6到7岁，那6岁的时候可能是7到9岁，随着年龄增加，整个变的上升，那眼睛打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手机也会做移植这样。那除了这个特色以外的话，就是我们从睡眠追的开始，从就是清醒到睡眠中间，大人的话都是从能人开始，就是一开始就是会先N1跟N2，然后他就跑到人去。但是小孩子其实他会比一开始从人开始睡，那渐渐的这个他的脑部的成熟是才会慢慢的转成人的这个情况。那另外在这个小的时候，大概在3个月开始，一直到到儿童这个时期会出现在N1到N3这个时期的这个睡眠的时期呢，是会出现这个 HH 的这个脑部这个特色可以很快。那如果他睡得比较深层一点的话，就是会观察到N2会有一些品种可以看到。那像在认跟认的比例的话，就是随着小孩子一开始出生的是50%，到成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以那个为主这样。好，这个我先看过。那所以后面有一些文字，我刚刚是图的部分，那文字的部分再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小孩子的部分主要就是会是以认的开始睡眠为主这样。那出生的比例大概相似的，N1通常是比较很短的时间，那N2大概占了1半的时间，那剩下的N3跟认大概是各占1半，所以剩下1半就是20到24左右。那每个晚上小孩子大概是睡4到6个时啊，那能人跟认的cycle的这个间距大概是60分钟到120分钟这样。那是这样。那我们在发现说，如果是这个解释成功的，就是如果我们一般人的睡眠刚画的图的话，就是会从清醒的，然后到N1、N2、N3的睡眠，然后到认这样。那通常在上半夜的时候，N4会是能认的，就是能睡到N3的比例会是比较多。等到睡到下半夜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认的这个时间就会慢慢的比例就会增加。那通常从他们睡下去到认第一次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1到2个小时之间。看这张图，这张图也是类似的。那另外就是这个N1的这个时间的话是很快速的过去，就到N2，然后到N2。它占的比重的话，就是刚刚说的，主要N1的时间是很短，那N2是为主要的部分，那N3跟认的话，它接近的。那这张图是在这跟大家说明说，从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一路到成人的时候，睡眠的时间慢慢的在减少，而减少的部分来自于，还蛮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认的部分，所以认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刚刚提到一半的部分是认识到成人的时候，大概只要4分之一以下。那其实这个睡眠这个脑部的这个事情其实在他妊娠的24周之后就可以被检测它。那到28到30周的时候，甚至可以观察到一些眼睛的一些动作。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在睡眠的他的胎儿在妈妈体内的时候，他可能是只有受到荷尔蒙，就是整个链路认同。那其实就没有说明他其实如果他是在体外的这个发展，他可能会受到20到30光的暴露，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会有这样的考量。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针对不同时期的小孩子会的一些睡眠特质在做一些说明。那这其实是参考张学姐然后黄天医师的一个的档案，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字，就是来自于课本上的一些补充这样。好，那其实我那个会选择对几个医师来说会选一个小孩子还是蛮习惯的，但最主要是因为在有一个小孩，对一个小孩爸爸来说最想知道事情就是到底他什么时候会睡过夜这样。
然后太好了，你知道念书还是有告诉我们一些数据，我说大概这边那个44%的人会在3个月的时候，3个月的时候他44%就会做得好，天才我觉得。那在那个前面睡眠的婴儿在0到1个月大的时候，前3周在64%的睡眠的周期都是从认开始的，那每次睡的时间就是大概60分钟，那里面有分成 active sleep 跟 quiet sleep。那 active sleep 就是脑部比较活跃的，那它可以跟人做对照，那 quiet sleep 就是比较脑部比较不活跃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就是每4个小时睡，每次睡4个小时起来就吃东西，然后再睡4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没有一个日夜的周期的。那刚刚因为我们提到这个 active sleep 跟 quiet sleep 的比例，或者是比较认跟能认的比例，因为等到这个比例的下降，就是会代表脑部的一个成熟一点的指标。那等到它发展到2到3个月的时候，比较高的比例会开始从非宽共演期开始，就是从能认的时候开始睡的比例会慢慢增加。那通常在这个时候3个月、10到12个月的这个10到12周，或者是近3个月的时候，就CNS system 的成熟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这样。所以约到3个月有44%的人3个月就可以睡过1个太轻了。那发展到3到6个月的时候，开始会有日夜的循环，就是你会发现，它不是每4个小时睡完之后起来吃东西，它开始会有一些睡眠集中到晚上去，所以他这边的说法是说，他白天会有一个几个明确的他睡觉的时间，就是他早期可能是上午睡一段时间，中午睡一段时间，下午睡一段时间，然后就睡晚上，晚上可能睡8到9个小时，所以他会把睡眠开始集中到晚上来。那睡眠的循环就是这个时间会慢慢增加，等到剩下6到12个月的时候，时间就更加的稳定这样。那这个时候Phylogeny的这个时间就会明确的减少。那这有一个小字啊，就是说大概统计这边在9个月的时候70%会睡过夜这样，真的会这么高的比例吗？没有，我汇报一下我们家小孩子都睡过夜好了，1岁7个月，我快哭了。好，就是这样。好，那个我们发现，如果你白天醒的时间越长，就会增加这个认的这个，就是进入到认的这个时间这样，就是它会前面在认的时间会长，过得比较久，所以才会进入到认醒的时间越长。那等到2岁以后呢，就没有什么，这就是一些文字的说明。2岁以上其实睡眠的状况是相对的稳定，更理智这样子。那他最长的一个晚上睡觉可以大概睡10个小时。那所以大概通常这个2岁3岁的小孩，然后他的睡眠时间就是会有白天的睡眠时间。他这边是说，如果是比较早起的话，第一次睡眠会是在早上会有一个 mid morning 会有一个睡觉的时间，那接下来会是睡一个午睡，然后接着就是睡晚上，是这样。好，那我小孩差不多就是这样，他现在就是6、7点起床，然后9点半睡到10点半，然后现在就是11点或12点睡到下午3点，然后一直晚上10点睡觉，睡到昨天早上大概6点，反正一直睡的时间比较短一点。那5到10岁的小孩子呢，他通常就是睡的结构其实跟大人比较像的，他的那个 structure 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睡的时间就是会慢慢的减少这样。那就是他白天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规律，他不一定会像这么规则，什么时候会去睡觉，就偶尔睡一下。那就是会在白天的时候这样。好，那到青春期的时候呢，就是睡的时间越来越少。那这边他曾经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10岁的时间虽然越来越少，但他身体上的需求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少了，所以慢慢就会产生了就是睡眠大家。所以他因为学习还有社交的一些活动，在青少年这时候是特别容易的，就是会因为他的习惯晚睡导致他睡眠在形成。好，所以这边刚刚主要是讲小孩子的一些在课本上面有提到的一些睡眠的特性的。好，我好像要再讲更快一点。那我们在讲睡眠的时候，其实因为
早上那个地方有提到，我们大概主要两个部分，一个会谈到 circadian rhythm 的，然后谈到后面就是还有 CNS 或两个 part。那在circadian rhythm 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所谓 circadian night 跟 circadian rhythm 的对应。这边以后的话，如果我讲的不对，大家再请大家帮我更正这样。目前的这个控制这个 circadian rhythm 的中枢是在nucleus，那它的这个 nucleus 在两侧那个 hypothalamus 这样，它所的我们 circadian rhythm 卡。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有一个 input 会从 retinal 的 ganglion， 就是从视网这边接过来，然后从 retinal hypothalamus 传到我们这个所以光线的刺激会直接来到这个SCM 这边。那 output 的话，这 SCM 会透过它中间一部分的 pathway 之后，会走到 hypothalamus 这边下面它后面的身体。对，好，所以这个就是circadian跟光线方面，它好像都有一些关系。那其实我们就是会画这个叫做那个 phase response curve DRC 这样，那就是左边跟右边，左边是针对我们 circadian rhythm 跟对 light 的就是光线对我们生理时钟的影响，右边是光线对我们能量的影响。那光线对于我们生理时钟影响的那个基准点，主要是根据我们身体的核心温度的最低的时间当做是0。那在那之前，通常这个时间会在我们西方时间1到3个小时，通常就是我们体温最低的时候。那在水温最低之前，如果你给它光照的话，就是会导致就是熬夜效果，就是会把这个对你的生理时间往后推，所以就是会让你可能会睡眠时间往后延。那如果在过这个可能体温的之后，你再做光照，就是这样一大早被光源拉开，这样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你的睡眠往前。会导致你的睡眠就在比较，就是光线对circadian rhythm的影响。那melatonin的话，它的基准点就是要跟它什么时候我们身体会自主分泌melatonin，然后 Q， 就是会 Q 我们身体进入这个有关系。所以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叫 inline melatonin，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的时候，那个我们发现melatonin就会超过1小时以上这样子。所以它就是会是在通常在睡觉前的1到3个小时会达到这个时间。那在正常我们身体的分泌melatonin之前，你就给它喂一个melatonin，就会导致就会想睡觉，然后它就有身体就会觉得就是你看睡觉时间到，就会导致一个睡眠的很正。那相反，如果你在跟后面已经是7点的时候，你还是给他吃melatonin的话，就会达到至少它的结果这样。那这个光线的刺激对于这个circadian rhythm，它光线的强度啊，还有它的时间，那跟它铺路的时间，其实跟这个 phase shift 是一个能年的这个关系，就是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不过我之前听那个学长的报告，感觉好像比较像是就是遮光的比例比较大的，就是你是不是考虑的不是你铺路到的时间多长的，就是你到就是没有铺路到，你没有被间断的这个时间，因为你到一铺路到就影响我们这样同一个等影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circadian rhythm的一个身上，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睡眠带的一些理论。就是说，我们发现，如果你让他这个睡眠剥夺的话，就会发现他之后的这个舌吻的这个机会慢慢的增加。那过去有一个Phylogeny的 theory，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睡觉的话，是不是就有毒素类似这样的东西会在身体里面的我们会检测到？那目前认为是你如果睡眠剥夺时间比较好的东西的这个比例是会浓度所比较高的。所以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是 homostatic 的 process， 一个是 circadian 的 regular 一个 process 这样。那通常如果是睡眠剥夺时间很长，就会开始想要睡觉，所以它是可能会让你促进你想睡觉，但是要维持它实际的睡眠的话，就还要跟circadian 的 regular 来做配合。好，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然后。这个绿色这条线是 portion S 的话是指这个跟睡眠在相关的这个线这样子。那 portion C 的话是跟我们的生理系统是相关的。所以当我们开始睡觉的时候，受到刚刚提到的这个
第二日因为它后面分泌之后，我们就开始睡觉。那开始睡觉之后，我们这个睡眠的压力就下来了，就是我们就开始缓缓缓。那理论上在入已经很少应该要起来，不过我们因为前面好几天都在练习，所以你不一定你不会直接起来，你就是到时间点到了这种才会醒过来。所以他们会以每天的时间，就是会让你这个睡眠的时间比较维持是跟你的performance是比较相关的。那小孩子在妈妈里面，其实他的荷尔蒙就是在妈妈中，所以胎教或者是妈妈的作息跟小孩子应该是有很直接的关系这样。好，但是这边大家讲这件事。好，那人这个整边面对的都会提到，就是有些人就是习惯早睡或习惯晚睡，这其实在这边地方的的确有一部分人是早睡早起型，有一部分是晚睡晚起型。那这个其实有一些是跟他的年龄之间也是会有点关系。好，那是不是有哪一些荷尔蒙分泌跟睡眠是有相关的呢？就是我们发现，在你起床之前，就是后手会比较大量的分泌。但是相较于说这个 cortisol 以外，像 PSH 呢，其实是在睡眠之前就会分泌，原来后面也是，所以它跟它是比较同步的。然后睡眠的时候，如果荷尔蒙是比较大量会是分泌的时候。这个好，那我们怎么监测它这个 circadian phase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其实你可以设它在行动或者在肚里面的那种的狗这样，或者是来看它们能不能在尿中在做事情。那后面的话是讲到它可能会有一些跟神经能力有相关的身体手症。好，那在这个部分的话，通常如果我们讲的是神经能力跟手的，通常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病，它就只是睡在它不该睡的时间这样子。好，它可能会导致就是一些睡眠剥夺可能相关的一些认知啊、行为啊，或者是表现上面、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小孩子有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比较常见的是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 那大概可能有1成到2成的人会有。好，然后有可能通常比较多是在年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不过从开始上学之后就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听起来跟上学和社交行为是比较相关的。那在诊断这个分析前，你还是要跟考虑出其他的这些诊断，包括一些教育情感性的ADHD、USS 或者是OSA， 或者是不想去上学，这些都是需要做这些诊断。好，那如果有这个 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 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表现，就是说他晚上的时候会睡不着，白天做觉没想睡，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就是睡着了。那表现方面就会有点一直很嗨这样子，就是有点然后有时候突然就是不是很好。那他可能会早上不吃东西，然后一直就是在靠近睡觉的时候就起来这样。那在诊断的条件上面，就是第一个是 sleep failure， 它其实是要明确的一个delay，它可能是要比3年还要慢1个小时以上，那要持续1个月以上。那这个特别是容易在假日或者是在周末的时候晚睡。好，那这个那这样的小孩子是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发现其实如果有小孩子是有这种环境的话，就这个症候群啊，那就是可能有一个爸妈自己也是也是习惯这样，所以小孩子可能习惯晚睡，然后也就得到这样的一个诊断法。那他可能会这边后面提到很多都是跟他的行为啊，或者是在睡觉之前还有使用一些3C啊，这些是有相关的。或者是说，就是这个片后面提到，就是在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睡眠时间一到睡眠时间，你还是给他持续一些光照，就会影响他们对睡眠的往后推迟这样。好，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这个 light exposure 其实是很重要、很 powerful 的
对于我们是跟日本是一个很强的事情。那这个 light exposure 当许他们这样提到，就是这个主要是一些像是来过一些个人的 mobile 就是手机啊、iPad 啊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影响的。那如果要说针对这个治疗的话，的确是假设说你要针对他是一个小孩子，他通常是2点才睡觉的话，那通常他可能因为然后内分泌的时间可能会在11、12点左右。那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会在晚上的6点到8点的时候，会给他用一个用药，这样可以让他的时间比较会比更长的。那这边是在味道的部分的话，就是其实是就是要让在周末的时候啊，就是要一些有趣的活动，让他们早上不会想要起来，不会想要一直在那继续睡下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要鼓励他们要有一个自己的闹钟，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设定的时间，避免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一个很容易没法睡觉。所以后面就会提到关于怎么样睡觉的一些卫教的一些习惯啊。他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个固定的睡觉的时间，然后另外的话，小孩子会需要一个睡觉前的ritual，就是一些睡眠仪式，像是就是要先洗澡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刷牙，然后对于讲故事睡觉这样的。那另外的话，基本上他半夜睡眠的时间，让他们在晚上会比较容易入睡的。那这个 schedule 的这个起床时间是要每一天都一致的，不会因为周末或周天有所不同。那另外要避免任何说含咖啡因的饮料或者是食物或者是茶类。那确保我们小孩子睡觉的时间，这地方是够安静的，是够舒适的。但是房间好像有很多那个舒眠的耳机或者是音乐这些，目前是没有直播证据证明这个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就是避免在睡前使用或者避免在小孩子旁边出现任何这些有荧幕的东西。好，所以就是这样子，类似这样子，这个窗帘的遮光效果要好，要设起来，然后光线就是要柔和，然后是要照着相当提光，然后避免这些噪音这样子，然后避免这些可能会导致他身体不舒服或者感觉不到的东西一直在这个血管上。好，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要避免他小孩子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是肚子饿啊，或者是他是怕黑，或者是他是身体焦虑，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尽量是营造一个他比较容易睡眠的环境的一个规律的环境的。好，那到青少年的时候呢？青少年的时候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会有睡眠带的部分，那其实也是跟睡觉时间是不是能够与时是有相关的。那根据一个自己要 self report 的一个报告的话，大概青少这个时间大概是从6.5到9小时睡觉的时间，大概就是比较容易会晚睡晚起。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睡觉，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行为或者习惯啊，让他们睡觉前让他们或者他们也会比较想要晚睡这样。那晚睡的一些可能的效果就是孩子容易想睡觉，学校表现不好，然后甚至会有上面这些问题。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就是要确定一个好的睡眠时间，然后避免这些荧幕的这些使用，然后导致就是那个晚上睡前尽量不要从事太刺激的活动，然后早上再想办法让阳光飞进来，让它可以亮醒这样。在药物的部分，它实在很深刻，因为我对药物这个不是那么擅长。他这边
就只有这种总结的部分跟大家提。第一个就是它其实很少在小孩就是有的时候会因为睡眠的关系使用到药物这样子，通常还是一般用药物也是要配合他前面的是排解来做的。那另外的话，因为小孩子的这个使用这些小孩的药物的话，很多都比较缺乏人体安全性的一些考量，所以这是比较保守的部分。好，那在以上